大家好，这里是看的说，我们今天的话题仍然是血糖，主题是食物的升糖指数，或者更加专业的称之为 GI 指数。升糖指数是一个既简单又重要的营养学内容，它不仅仅是一个数字，它背后的意义影响着健康、体型乃至整个健身效果。无论你是在增肌还是减脂，什么是升糖指数？如何将升糖指数利用到不同的健身目标上？关于这一切，我们将在今天的视频中一一解答。首先，我们来了解一下升糖指数。每一种含有或可以转化为碳水化合物的食物进入身体以后，都会以不同的速度分解为葡萄糖进入血液中，影响血糖含量。升糖指数是通过对食用含有50克碳水化合物的特定食物后所引起的血糖反应进行比较得出的数字。一般来说，碳水化合物是提升血糖的主要物质，蛋白质和脂肪对于血糖变化的直接作用小，所以我们今天研究的对象主要针对于碳水化合物食物。升糖指数通常分为3个等级，低 GI 55及以下，中 GI 56至69，高 GI 70及以上。对于不同食物的升糖指数，我们可以在网上随意搜索到，虽然网上的数字和你实际食物的数字有所偏差，但是基本上可以作为参考。高 GI 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很快的被消化吸收，造成短时间内血糖水平急剧上升，而低 GI 食物则相反，引起血糖水平缓慢而平稳的上升。所以可能两种食物的碳水化合物含量是相同的，都是50克，但是调动的胰岛素却有很大的不同，糖分的储存和利用的结果也就不同。例如，分别补充含有50克碳水的白米饭和燕麦。白米饭属于高升糖指数碳水，燕麦属于低升糖指数碳水。白米饭在单位时间内为身体提供的能量多，所以更容易让你堆积脂肪，但是供能的速度快。而燕麦转为脂肪的几率低很多，但是在供能的速度方面也就慢了。因此，升糖指数应用在健康层面，就是糖尿病的预防和管理。但是利用到运动和健身，就有很多不同的应用。下面我们就来重点介绍运动健身方面的应用。首先，对于减脂人群而言，高升糖指数食物在短时间内提高血糖含量，这些糖分随着血液到达肝脏，会被肝脏合成肝糖和肌糖原。如果此时肝糖和肌糖充足的话，多余的糖分就会被肝脏转化为脂肪细胞，运输到身体各部分储存，这将是减脂人群的灾难。那么减脂人群就要选择低中升糖指数的食物。其次，对于增肌人群而言，高升糖指数食物可以满足身体在短时间内储存糖原和热量的需求。我曾多次讲过，要想增加肌肉，第一件事就要保证一天的总热量收入超过支出。热量收入在短时间内超过支出，就更利于肌肉恢复和生长的能量需求。而低中升糖指数的食物在热量补充的速度方面慢，虽然身体获得的糖分可能跟高升糖指数的一样，但是缺乏了几个热量的补充高峰，肌肉生长的速度可能受到影响。那么就训练来说，低中高升糖指数食物的应用体现在训练前中后的饮食安排上。训练前摄入低至中升糖指数的食物，这样做可以保证训练中稳定的血糖水平，为身体提供持续的能量。如果食用高升糖指数的食物，运动中可能发生血糖急剧下降，引发低血糖。训练中长时间的运动，这里是指超过90分钟的运动，例如耐力训练，需要补充易于消化吸收的高升糖指数食物。易消化吸收保证了运动中不给肠道消化造成困难。高升糖指数食物可以维持血糖水平和快速供能。训练后应该补充低、中、高3种升糖指数的食物。不过这里有个比例，1/3高升糖指数，2/3低升糖指数食物。高升糖指数食物利于训练后快速的将糖分补充回来，低中升糖指数食物利于长时间持续的补充糖分。关于训练前、中、后的糖分补充，我在碳水化合物的补充时期那期视频中详细讲解过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观看那期视频。了解了升糖指数的概念、特点和运动应用，我将常见几种食物的升糖指数做成表格，大家可以简单参考一下。每个人喜欢的食物不同，面对不同的升糖指数，最终希望大家结合自己的偏好去网上查询适合的食物。刚才我们看到了一些食物的升糖指数，
要注意，在选择食物时，这些升糖指数可不是固定不变的，很多食物的升糖指数会频繁的变化，甚至有些食物会呈现3种不同的升糖指数。这关系到烹饪方法、不同食物的搭配情况、保存和食用的时间。具体的内容我将在后面的视频中给大家介绍，敬请关注。好，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。升糖指数是通过对食用含有50克碳水化合物的特定食物后所引起的血糖反应进行比较得出的数字。升糖指数分为3个等级，低 GI 55及以下，中 GI 56至69，高 GI 70及以上。不同食物的升糖指数存在很大差异，升糖指数越高，转化为血糖的速度越快。对于运动健身人群而言，要根据自己的运动目标选择适合自己的升糖指数食物，还要根据训练前中后的时机进行选择。希望今天的话题可以帮到你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